有美国4星上将承认航母下不到中国，打算采取小股部队渗透的方式步步蚕食。这一想法现实吗？具体情况如何？来详细了解。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针对中国发展迅猛的一系列高超音速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美国军方高层正在对航空母舰能否对于中国发挥足够的威慑力感到十分的担心和不信任。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军4星上将、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大卫·伯杰日前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力量对于中国的威慑能力并不大。中国大陆在南海有应对美国的海上民兵策略。从过去10多年的经验来看，哪怕是美国海军往南海部署再多的航空母舰，也难以对付中国。因此，美军针对中国方面应该另辟蹊径，采取全新的战略，那就是采用小股部队。这是一种全新的作战理念，于12月1日正式在陆战队内公布，正式名称为目标区域内部队。主要的任务就是为了对抗使用海上民兵战术的中国。如果是在战时，那么这些部队将承担远程打击和精确侦察等其他任务。大卫·伯杰宣称，因为中国正在向美国军队步步紧逼，建议美国印太司令部对此战法概念重点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大卫·伯杰上将指出的针对中国的目标区域内部队，实质上是一个诸兵种联合的小型精锐部队，具有小编制、低痕迹、高机动等能力，可根据不同的战场情况进行编组。以美国海军陆战队牵头，包括美国海军、特种部队、其他兵种及其盟友构成，可由小型舰艇或直升机等运载装备运输部队。要在竞争区域内部行动，是海上向中国出击的第一线。虎哥认为，这种战术有点打游击那味儿了，都是在区域内整体实力不如敌人的情况之下，部队化整为零，向敌纵深进行袭击的活动。只不过这次轮到美国人亲自充当游击队，来跑到我们家门口打游击了。美媒称，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捕鱼船队，总数在60万艘以上，布满中国的东海和南海地区，其中里面有一部分是中国地方政府成立的一些海上民兵队伍。虎哥认为，中国的海上民兵基本上不是正儿八经的海上武装力量，他们一般进行商业捕鱼的作业，只是偶尔执行民兵任务。当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捕鱼船还是海上民兵的船只都配有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通信系统，一旦发现美国军舰的动向，便可以迅速上报，让中国军队迅速知晓美国海军的位置。针对这个问题，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长理查兹更是狂言称，美国海军应将中国的海上民兵渔船视为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并且做出反应。那么显然，大卫·伯杰目标区域内部队就是冲着这一点来的。虎哥认为，此举将对我海上民兵甚至是正常的渔船造成安全隐患，因为这种高机动的小股部队就是针对这些渔船而来的。而且美方还提出，这些船只必须接受美国军队的检查，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维护我国渔船的海上安全和国家领土主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针对美国军方小股部队渗透打游击的方式，虎哥认为虽然麻烦，但是解放军有多重的反制方式可给予充分的应对。首先是海警支援，目前中国海警的总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了，装备上百艘大型舰艇遍布各大海域，其中不少舰艇都是海军退役下来具有作战能力的军舰，如 053H 型护卫舰和马上交付海警的056护卫舰。这些军舰虽然拆除了导弹等其他设备，但是军舰的主炮和自动炮全部保留了下来，一旦遇到我领海渔船的求救信号，便可迅速赶往现场进行支援。美国小股渗透部队再厉害，也不是76毫米速射舰炮的对手。再者是空中支援，空中支援有2种方式，无人机和常规作战飞机支援。
现今基本上全国的渔船都装有国产的卫星定位系统和通信系统，再不济个人的手机也能够进行通信工作。因此美国的小股游击部队基本上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海域进行悄无声息的隐秘作战。只要但凡进入中国的领海，或是在公海上被打鱼的渔船发现，那么美军100%动向将彻底暴露。通过以上种种的反制措施，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这个人人有手机和卫星通讯系统的时代，美国军队要搞些小偷小摸的动作，80%是不可能的，反倒会打草惊蛇，被我方发现。虽然这目标区域内部队的方式听起来有点游击战的意味，但是针对中国的海上民兵和完整的海空防卫体系，无疑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罢了。